我搜！是。你们是谁？如此大胆，敢私闯官宅！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威远侯樊兴绪，我与威远侯府素日并无恩怨往来，不知何时值得侯爷如此大动干戈，亲自带兵。谁是我撞死的？元直，出事了！元直，你得救救我呀！前日我将你送到白马寺之后，驾车回去，不小心撞死了人。我想救人的，但那个女人当场就断气了。伤人，致死。元直，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殿试的机会，要是摊上人命的话，我就全完了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户部尚书的嫡女，我只是被你们养在家中的一个小小的门客。你就说你贪玩纵马，把人撞死了，沈大人一定会保住你的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不好了，尚书府被围了。丁丁，你赶紧去找一个人。好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再说一遍。人是我撞死的。今日我偷偷溜出去游玩，回来的时候马儿失控，我没有来得及控制。总之，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游玩纵马，住手！下官接到报案，今日尚书府马车伤人性命，所以前来查探。不知道威远侯也在。这是沈府嫡长女沈元芷送来衙门的认罪书，她已主动认罪伏法。依照大燕律例，意外致死者，且为6品以上官员家眷，又有自首情节，徒刑20大板。我只知道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。威远侯不惜滥用私权，冒着藐视王法的风险，也要置我于死地。可否冒昧问一句，今日被我撞死的女子和你是什么关系？王爷究竟是为民请命，还是公报私仇？我和他什么关系？与你无关。你只要知道，今日必须死。魏侯，你要干什么？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元直，女儿，樊兴绪，今日小女若是有个3长2短，我定会到陛下那儿告你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快叫大夫呀！撤！真可惜，就差一点儿，魏远侯怎么没有一剑刺死那个小贱人？不可惜，如今他背了条人命，别说高门大户，就是下三滥的破落户，也未必肯娶她。要不是老爷总护着他，何必这么费劲，让你一天天出卖自己去和他逢场作戏？等那个老头子一死，整个省府上下都是咱们的了。谁啊？还好老天保佑，这个伤不严重，不然小姐一条命就搭进去了。为了顾公子，值得吗？依照律法，京兆府尹只判我20大板，证明今日意外死亡的女子身份应该只是平民。可那魏远侯却来势汹汹，可见他和那女子关系定不简单。若我不应下这剑，他定取我性命。可是小姐，他看着好凶啊！若他再找来怎么办呢？魏远侯府再如何权势滔天，绕过京兆府尹，擅闯朝廷命官的府邸，还想用私刑，摆明了就是不把京兆府尹放在眼里。这换作是谁也忍不了。所以，为了他的权威，京兆府尹一定会保我。你放心，这一剑我特意避开了所有的脏腑经脉，不会有性命之虞。好好养一段日子便好了。对了，婷婷，你帮我去查一下那个女子家里的情况。既然我已认下，那便是我沈渊之欠她的。以后到了阴曹地府，即便是下到18层地狱，我也不后悔。有资格！你，小姐，有资格！董家上书劝谏，魏远侯，你是疯了吗？你不是很好奇害死的人是谁？我告诉他，等我3年，从沙场回来，我就一定娶她。可因为你，我却失信。对不起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把我杀了，你的心上人也不会死而复生。痛吗？既未触及经脉，又未伤及肺腑，要有多痛？你是永远不可能理解我的痛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没什么好辩解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冲动，杀人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不会杀你。人死亡的时候，只有短短几秒的痛苦。可是像你这样虚伪自私的人，怎么能死得那么痛快？你想干嘛？我要你尝遍人世间一切痛苦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没想到一向不近女色的侯爷也会在房里藏女人。嘿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是男人，就逃不过一个色字。
九公主天天追着侯爷跑，她都没看上。我拿半个月的薪水打赌，这女人一定是个绝色大美人。咱侯爷呀，哎呀，要是我也有这福气就好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哎，你们乱嚼什么舌根呢？我哥怎么可能金屋藏娇啊？公主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糟了，追！人呢？侯爷，你是谁？我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就从了我吧！就非吃了你不可！真香哎！鹰眼，把它处理掉。是。等等，你说，让我尝遍人世间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生不如死，就是用这种龌龊下流的手段吗？你愿意怎么想，随你。呸！狗屁魏元洪，我看不起你！你杀了我的家仆，是你先绑着我，我不过是自卫。如果你以为折磨我就可以让我痛不欲生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宁愿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追究你。你杀了他，证明他是个废物。威远侯府不养废物。变态！祖母，大哥，你怎么会在？旭哥哥，他是谁啊？旭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什么？我们两情相悦，他被歹人所掳，我将他救回侯府疗伤。待他养完伤之后，我们便会马上完婚，还请祖母成全。大哥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你要娶她，那公主怎么办呀？星童，九公主千金之体，我与公主理应视为君臣，万不可亵渎。旭哥哥，你什么都安排好，还需要我这个祖母成全？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爹早死，我若随你无媒苟合，我樊家的脸还要不要了？祖母，爹走了，圣上命我承袭侯位，樊家的脸在我身上，不在您身上。无媒苟合这种话就不要再说。我已经向尚书府提亲，3书6礼，明媒正娶。如今我这个老太婆是管不了你了。我不管她是谁家的女儿，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，我是不会认她做我的孙媳妇的。我樊家向来开明，没有什么是接受不了的。父母应该是累了，才会说这些气话。星童，扶祖母回去休息吧。
我还以为你会反驳，结果你倒是成了个哑巴。这里是威远侯府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人。我和你之间，他们会信谁？傻子都知道。我说什么有用吗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脸皮这么厚。为了撇清鲁人的关系，什么两情相悦、三书六礼，明媒正娶都出来了。你很聪明，心思缜密，会猜度人心，胆子够大，对自己还狠。你若是个男人，倒是个人才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就算再聪明，也还是为情所困。你那个叫顾恒远的情郎，马上就要参加殿试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嫁入威远侯府。你这个疯子，拿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来折磨我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你说什么？今日之前，是我错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一般的挫折痛苦根本打击不了你，唯有断了你心中最大的念想，才能让你感受到和我一样真正的痛。你应该知道，你是杀不了我的。我是杀不了你。你不是恨我害死你爱的人吗？我把这条命赔给你，求你放过我的家人。我的家人都是无辜的，知道我求你好不好？别演戏了。如果我看的没错，你的簪子才刚打不过吧？簪头都磨圆了，你根本不想死，何必惺惺作态博同情？本来以为一个为爱发疯的人，心中至少也会有一块柔软之地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你会有机会好好了解一下我的夫人。什么为了自己的心上人？我看你就是个色欲熏心的色鬼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看上你了，我要把你吃干净。小姐，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樊
繁星旭呢？侯爷一大早就离开侯府了。少夫人，老太太让我来告诉您，该去行早安了。祖母万福安康。小姐，什么小姐？不知道是谁用过的簸箕，一副残花败柳的身子，还敢进我们威远侯府的门，不知羞耻！祖母这是何意？我不过刚过门，威远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心腹的吗？呸！你少污蔑我们威远侯府！明明是你自己不守妇道，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！新婚之夜竟未落红，你非处子之身，有什么资格坐上威远侯夫人的位置？我倒要去你们沈家好好的讨个说法。你到底是做贼心虚，还是疯了？我心虚什么？我是笑你们把无知当自信。且不说新婚之夜是否落红和是不是处子毫无关系，但凡看过几本遗书，也不会如此浅薄。我若是簸箕，那你们高高在上的威远侯就是把烂扫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簸箕配扫帚绝配。人是他自己找的，气是他非要成的。有本事你们找他去啊！同为女子，却只会用最上不得台面的谣言来重伤别的女人。和你们同类，我才是深以为耻。好个牙尖嘴利的贱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！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，家法伺候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实点，按住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就是欠教训。听说沈尚书老婆死得早，这女儿没人管教，倒也正常。这龙生龙，凤生凤，他这个德行，他娘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。别乱动！3日后我要回门，之后还要进宫向皇后娘娘行礼。我会当做今日无事发生。祖母一定要护我周全。若之后我身体有任何不适，即便是捅破天，我一定要拉你威远侯府一起去死。你祖母万福安康，孙媳的安就到此为止了。疯子，他就是个疯子。
小姐，你一定很疼吧？你为什么不解释？姑爷昨晚根本就没有和你圆房。欲加之罪，说与不说都是错。总归是有人想要害你，防是防不住的。我本来以为小姐要被打死了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一个人确实打不过，但我知道人性的自私和恐惧，所以我特地挑了个体型最大的死咬不放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害怕。我赌赢了。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个侯爷也真是的，竟然把人娶回来，就这么不管不顾的让人欺负。这不正合了樊兴虚的意吗？他想让我生不如死，痛不欲生，我给他看便是。我看到了，还不够。你出去！夫人，方才听说你赌赢了，为夫竟然不知你如此好赌，不如我陪你赌一把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若你能够让你的心上人抛下一切功名，与你远走高飞，我便放下一切恩怨，与你自由。在这个府里，我才是光脚的人。我赌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一言为定。老爷一夜未眠，这一大早呀，就在等你们回门了。爹，人没事就好了。岳父大人，老爷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那就要看你这情郎愿不愿意了。我已经买通了马夫，他会接应我们，今晚就走。回元侯府，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殿试即将开始，我离开不了京城。你不是说你考取功名是为了和我匹配，为了求娶我吗？如今我被迫嫁人，受尽屈辱，还有什么比救我出火坑更重要的？元芷，别做梦了。就算我们私奔，我们也逃离不了京城。魏远侯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郭恒远，你看清楚，这些伤都是我为你受的。我沈元芷，我长这么大受过所有的苦都没有你带给我的多。你真的要负了我吗？元芷，你冷静点，万一让人发现了，这样。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，待到事情有所转机，哦不，待我殿试结束之后，你等我消息，照顾好自己。
看够了吗？如你所愿了。你就不好奇，为何你心心念念的情郎对你如此狠心决绝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说沈渊只要拉你一起私奔？小点声！他怎么敢的？那个威远侯如此厉害，他就不怕被抓到，扒他几层皮啊？想必他在威远侯府的日子应该不好过了。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万一把我们俩的事情全说出去，那就完了。那怕什么？到时候就说是他耐不住寂寞，主动勾引的你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就算是老爷都保不了她。就你坏心眼儿最多。我再坏，不也是你的人？元稹，你听我解释。元稹，枉我自诩聪明，却不过是个笑话。不是。好，真好。沈元芷，你要是敢出去乱说一句，我就让恒远去告诉威远侯，告诉他你不守妇道，勾引他去。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说我。元芷，娘子，怎么回事？谁伤了你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重要吗？你说过，要让我尝遍一切苦痛，心如刀割，却生不如死。你办到了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很痛，很痛。但是这种痛苦，怎么能只让我一个人尝呢？你就不好奇，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到底是怎么死的吗？不用一再提醒我，是你杀了他。今日之事，谢谢你。谢我？我一直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，认为自己慧眼独具。是你帮了我，让我知道自己有多愚笨，竟把画本子里的故事当真，将榆木认作珍珠，白瞎了一片真心。情爱如砒霜，你助我看破此道，如此大恩，自然要谢。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他既负我，我又何必为了他动心伤情？我若爱他，便是至死不渝也心甘情愿；我若不爱他，便是即刻放下，又如何？果然是个冷心冷情的人。所以我不会再做这个替罪羊了。那日你为我神服，顾恒远便失在即，于是他央我，让我替他顶下马车撞人之过。他告诉我，以我尚书千金的身份，
父亲定会保我性命无虞。之前承认的是你，现在反口的也是你。你想利用我来报复你的勤劳，当我是个傻子吗？是我一时被蒙蔽，做了个错误的决策。如今拨乱反正还来得及。说我所言为真，你赌得起吗？仇人逍遥法外，爱人死不瞑目，这就是你魏远侯心心念念的复仇。若换做我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放过一个。昨日饮，今日过。即使你口灿莲花，我也一字不信。使团已经出发，不日将抵达边境。两国和谈在即，这是最好的时机，可以兵不血刃地收回失地，拿回10州郡县。说，给你传信截杀使团的人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同是大燕人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说，我真的不清楚是谁，我只知道明日在醉阁房，那人会给出最后指令。听到了吗？别打草惊蛇。我现在去布置。繁星旭此人谨慎机敏，多智近妖，到底用什么法子才能取信于他？听下人说，我大哥去了醉歌坊，可是他以前从来不喜欢去那些烟花之地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嫂嫂刚进门，这人就转了性。要不说呢，这女人没本事，男人就偷吃。醉歌坊，此去必是处有因，与我倒是个机会。多谢小妹告知，我一定铭记于心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既嫁了进来，便是威远侯府的主母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自然不能让他舒服。你真是个疯女人！气死我了！
公子看了奴家这么久，就不怕你的新婚娘子不满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夫君怕是在边关待久了，这侯府并非铁板一块。有道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更何况只是一个想知道丈夫去哪儿的妻子呢？别在这儿跟我发疯！对，我就是要疯了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如此辜负我。我告诉你，若你不和这歌女彻底了断，我便跟你同归于尽。繁星絮查得很紧，怕是一劫。我今日就要捉你的奸！娶我的时候说共赏明月清风，不负红尘情深；为你生儿育女，操持庶务的时候说此生为亲，永不相负。如今不过短短3年，便夜夜宿在这醉歌坊，却不愿意再看我一眼。夫君，你的心可真狠啊！娘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乖，别闹。这醉歌坊的舞娘，哪及得上你半分？说吧，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。我现在确实找不到证据，但是顾恒远绝不无辜。你若真要为你死去的爱人复仇，便不能只报复我一人。退一万步来说，我和顾恒远是同谋，是共犯。那辆马车就是我们私会用的，若不是我们私相授受，他也不可能支开马夫，便不会发生当街纵马、伤人致死之事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若你不信我，就让我跟他一起下地狱吧。从杀人凶手变成替人顶罪，如今又成了同谋。你还真是为达目的，撒谎成性，不择手段。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尽可去验证。他最大的把柄就在你手上，何须借我之手？我一个普通女子，无凭无据，要为自己伸张正义实在太难。可我抓心绑肺，实在太想看到坏人的报应。你能帮帮我吗？什么？你让我假传消息，让上面以为和谈的使团里窝藏着刺客？怕什么？既然半路截杀失败，那我们就利用好这一点，让朝臣推波助澜弹劾，一样能阻止使团入境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我要见一见你的主子。是繁星穴让你来的。跟上。不舒服？我还当你见惯了尸体。刚才那个人，你是故意放走的吧？地上的人明明可以救，你却故意让他送死。你这么做，只是想让对方失去判断，误以为你的目的是要抓他，而你真正想要的，是要利用他，
找到你要找的人。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的小聪明，并不是件聪明的事。不过换个角度，在谈判之前适当展示自己的筹码，确实更容易成交。你成功了，我可以帮你复仇，但你同样需要帮我做件事。什么事？让你爹户部侍郎沈萧上书，在收复10州失地之事上祝贺。如果你做得到，我可以让你的旧情人顾恒远前途尽毁。来，夫人，喝点汤。夫人，怎么了？莫不是吃坏了东西？来人呐，快去请大夫！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，夫君特意请来了太医，为您诊平安脉。夫人，这是……哎呀，太医，你来的正好。你母亲身体有恙，劳请太医帮忙看看。恭喜尚书大人，夫人身子并无大碍，只是有些害喜，开血调和气血的安胎药便可。什么？老爷，您听见了吗？不枉我日日求神拜佛，上天终于垂怜，给了我们一个孩子。老爷，这回我们沈家总算是后继有人了。说，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？野种？什么野种？老爷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呀！老爷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、对不起沈家的事，你怎能如此冤枉我呀？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，我还是你日夜相对的枕边人呢，信他不信我？你个小贱人，你想害死我！若你不小心伤了他，才是真的要害死自己。爹，你就让他死个明白吧。10年前，我8岁，母亲病逝后，父亲娶了秦姨娘。你是沈元芷吗？真可人。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一滴都不能剩，给我滚！为了避免其他姨娘怀孕，你就逼着他们喝避子汤，往死里滚！一派胡言，老爷你别信他。当年我无意中发现此事，便打算偷偷告诉父亲。本来以为父亲会家法处置，没有想到。没想到什么？没想到我娶你过门之后，就发现自己身体患有隐疾，不能再生育子女。我自觉对不起你，对你的行为向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对你如此疼爱，如此宽容，你就这么待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侯爷，此人方才躲在门外偷听，事后又见他鬼鬼祟祟拿着包袱想要离开，属下觉得他甚是可疑，便将他抓了起来。好你个没有良心的顾恒远，在床上甜言蜜语哄着我，现在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就想一走了之，你
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够了！从今往后，沈家再没你这个人。至于你，听说这位可是要参加殿试的举子，如此污秽之人，怎可脏了圣上的眼？我会通知礼部一声，取消他的考试资格。老爷，老爷，我错了，老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是他诱骗于我，我是无辜的，老爷。元直，元直，听我说说话。念在你我人救情的份上，你听我求情啊，求情啊，元直！来人，把这2个人给我扔出沈府！现在，马上，立刻！夫君办事果然爽快。彼此彼此。我相信你是个守信的人。戏台子已经帮你搭好了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等他们发现孩子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时候，一定更有意思。没有我，有一天你也会成功的。我还是喜欢我自己的仇自己报。我自是没有夫君的本事，既然可以借势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？是自己亲自切下的梨，还是别人切好送到我面前的？只要最后吃到梨的人是我就行了。别以为我同你做了笔买卖，便能逃过一劫。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范兴许，我要跟你和离。一路行来，该问的都问了，可是却没人知晓马为何会突然发狂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老板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。谢谢。您这边看看花布。卖花布嘞，快来看看呀！你好，几日前在此发生的撞马事件，你可知过程？不知道，谢谢。来了，瞧一瞧嘞！你确定要把她卖到醉阁坊吗？她现在毕竟是威远侯的夫人，要是被樊兴旭知道的话，那又怎么样？就算是那个樊兴旭找到他，他的名声也已经臭了。侯府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娼妇进门？现在有贵人想要他的命，你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挡路者死。范兴旭，你救我！石元直，
醒醒！范星雪，好热。石原芷，你清醒一点，是谁干的？好热，救我！这么重，繁星絮有多爱重？爱重到无论如何都不愿与你和离，你是这个意思，是吗？爱重，不论九公主如何理解，这都是我当下的困境。我知晓你对繁星絮的情谊，既然大家各有所需，为什么不能坐在同一条船上？不过是一个男人，你要便要了。有些事可一可二，不可再三，不然这生意便做不成了。任凭你身份再如何尊贵，在晴子面前，也是百爪挠心，爱而不得。你在羞辱我，我在帮你接近繁星絮，帮你加入威远侯府，帮你取而代之，成为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。而我只需要一个理由，一个让我自请下堂，顺利和离的理由。你想怎么做？对不起，是你不想放过我，我只想保护我自己。纸上抹了迷药。我试过，这药效至少有半日有余，你怎么会？我在外行军打仗，像这样的迷药已中过不下100次，我的身体早就习惯了。夫君当真是睚眦必报。睚眦必报，难道不是快意恩仇？你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条人命。九公主，九公主，你不能这样！九公主，还请公主注意分寸。石原芷，你敢耍我？你之前不说要把繁星絮送什么？送上他的床。公主，不管他说了什么，都是为了和我置气。九公主尚未出嫁，不懂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，让你见笑了，公主。还有，像醉歌坊这种地方，九公主还是少来的好，免得让人说了闲话，污了公主的名声。公主，请。好，你们夫妻一体，戏耍于我，今日之辱，来日我定要百倍奉还。九公主，还请替我们闭好门。所以今日你整这一出，就是为了把我送出去，好以此为由与我
找不出比你更大毒的发妻了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把自己的夫君设计到别人的床上去。今日你我若异地而处，这无耻行径真是令人恶心。如何异地而处？自古男女之事，尺度准绳从不相等。始乱终弃，以妾换马，影响男人建功立业，留名千古了吗？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睡了第二个男人，那便是伤风败俗，水性杨花。但若是一个男人睡了100个、1000个女人，他会是什么？他会是有后宫佳丽3000不止的天下最尊贵之人。你个疯子！像这种忤逆之言，不要再说了。放开我！侯爷，文星旭，你先放开我！侯爷，之前放出去的有消息了。范星旭，你放我下来！沈渊之，你太低估他了，真是活该。你醒了，姑娘。你也是被他们绑来的吗？他们？如今这繁星旭的胞弟和妻子都在我们手上，要对付他，还不易如反掌？还是主上英明，把人看好了。你是？我一直在外求学，近日得知兄长大婚，特意赶回来庆贺。不想在城外遭了埋伏，被这些贼人抓了去。你就是我兄长要迎娶的沈家嫡女沈元芷吧？是。小叔，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，你帮我个忙。前辈，神不见了！走。快起来！别管我，跑出去，赶快去报官！是。快走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何要抓我？要怪就怪你嫁了个好夫君。放心，待会儿我会给你一个痛快。夫妻又如何？大难临头也是各自飞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
樊香旭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，你们找他便是。就算是。 我第一个谢你们！为父虽然来晚了些，让你受了些皮肉之苦，你也不能因此怪罪我。你要相信，樊香雪，你倒是自大。 当真一人赴约？她是我明媒正娶唯一的妻子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救她。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就一定做到。但唯一的要求是不能伤害我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你的命！你现在放了我，兴许还能活。拿我做人质，只会死得更快。你给我少废话！放了他，我可以让你走。樊香旭，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你想救他，就拿自己的命来换！好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不过是戏弄于你。闭嘴！你实在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却视之为婢女。 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娘子，我特意避开了要害，放心。 死不了。你是故意的。就是最好的下手点。那是2楼的位置，本来已经有客人定下，之后又来了几个人，非要坐那儿，为此还差点打了起来，最后花了3倍的价钱才拿下了那个位置。你可还记得那几个人的长相？脸圆圆的，有点小胡子。我根据掌柜的供述，临摹了画像。画中人和你那日在醉歌坊追的蓝衣公子相貌极为相仿。这些人从头至尾针对的人都是你。神府的马车只是正好经过，就算没有神府，也会是张府、李府，而整件事情里
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贺薇兰是被你害死的。你以为你一面之词，我便会信你吗？你别忘了，你刚才还想加害于我。我知晓你不会相信我，所以九公主这步棋才不得不试。如今此路既然不通，自然要试试别的法子。我今日之言，你尽可以去查验。倒也不用那么麻烦，眼下倒是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一个做饵的机会。我从没答应过要护你周全，保你毫发无损，何来欺骗？兄长，你受伤了。兄长，嫂嫂伤势严重，不宜再走动，会牵扯到伤口。二弟怕是逾矩了吧？我的夫人，我自会照顾。小姐，快把药喝了。大夫说了，你这回要好好养伤，不然这胳膊以后就废了。不能喝，这药不能喝。二爷，你疯了！这药是我熬了很久才熬好的。这药被人换了，虽不是毒药，但有人中饱私囊，换了类似的便宜药材，吃了不仅不会好起来，还会因此耽误治疗时机，留下病根子。怎么会？现在全府上下都知道，你这伤是我大哥亲自弄的。他这个人我很了解，对喜欢的人和事最是护短，反之，则极尽一切去毁掉。他任由流言传播，全府上下都会将你视作可以羞辱的对象。一个人只要虚荣，便会产生恐惧，然后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困境中，最后便会见识到人性最恶的一面。等他攒够了失望和沮丧，那口心情也便消磨殆尽了。我带你去看府医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他病了，我带他去看府医。她是你嫂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有真的把她当做妻子吗？放开她！范星辰，人言可畏，有些事我做的，你做不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，想勾引我弟，指望他救你？对，我就是想勾引你弟。至少他不会像你这样冷血无情。就算你要给我戴绿帽子，也要换个人戴。他，你惹不起。让所有人看不起我，把我当做案板上的鱼肉，你很开心吧？现下又何必惺惺作态？你说对了一半。我确实想让人孤立你，羞辱你，可我并不开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说过，一个人一旦虚弱，便会产生恐惧，最后陷入无休无止的困境。可是你并不害怕，所以我不高兴。范晨旭，从这里掉下去，你会感觉害怕？你不杀我，又不让我死。我求你放了我师祖，
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是错，我想逃，让你觉得我有利用价值还是错。既然都是错，当然要为自己搏一搏。本想借刀杀人，自己却成了被杀之人。范兴旭，输给你，我认。你可不像这么容易认输的。既然什么都试过，只差最后一个。哦，还差什么？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沈元直，醒醒！沈元直，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快醒醒啊！沈元直，小姐，小姐，醒醒！小姐。真是娶了个扫把星进门，这身子板怕是也活不了几日，到时候死在侯府，传出去还不知道要被笑话多久。祖母，嫂子只是不小心落水，府医说了并无大碍，醒过来好好调理就好了。你怎么还偏袒她说话？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厉害，搅得整个家宅不宁。祖母，人醒了。相公，大嫂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是你小叔子，那才是你相公。他不是我相公，他才是。你再说一次。好的，你放开我，相公，我怕。你这个狐狸精，勾引我大孙子就算了，还想勾搭我小孙子，我今日定要不废体！晨儿，你打我相公！闹够了没？我都说了，你不是我相公。你太让我伤心了，娘子。我说了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我头好痛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你的心上人死不瞑目吗？不装了，好玩吗？你不是说我给你戴绿帽子吗？那我就戴给你看，好看吗？你手碰我！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范星辰，那我便给你个机会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够让他爱上你，得到他的全部信任，我便放你自由。
来干什么？相公，我是你娘子，来找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估计是伤到了脑子。我不是你相公，大嫂。别紧张，我没有失忆。如果我说我移情别恋，爱上你了，你信吗？繁星旭让我勾引你，取得你的信任，让我做你身边的一个棋子。小叔在害羞呢，别回头，他在门外看着你。你想干什么？比起他，我更相信你。他3番5次想置我于死地，我更想跟你合作。成交。不信。因为我也喜欢你。刚刚还说喜欢我，怎么现在连看都不敢看了？我只是谨记书中所言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嫂嫂这说的和做的，还真是两个样子。当我失言，不如我们具体谈谈合作的事项。那要看看你的诚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能？接风宴是，繁星旭在朝上联合几位主和的大臣，说服了皇上进行和谈。他想兵不血刃地收回10州郡县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其中有你的父亲，尚书沈大人。朝堂之事，我一个女子，自然是不知道。当然，这几日使团就要到达汴京，繁星旭会在侯府为其办接风宴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瓶中是鸩毒，毒性猛烈，无色无味，融入酒水中几乎不会察觉。你只需要在接风宴上将此毒下在大使节身上即可。所以，你真的是西罗？言不尽意，终不是人。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所做一切皆为大业。不敢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定助你与繁星旭和离。愿君不负此言。诸位远道而来，不胜辛劳，我在此敬诸位一杯，愿两国交好，共享太平之福，万世之宜。借侯夫人吉言。我怎么不知道这威远侯府什么时候变了天了？一个后宅妇人也能登堂入室，在宾客面前大放厥词。九公主此言何意？我既嫁了进来，就是威远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掌家中大事，统摄内外，居中调和，为家族之兴旺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礼待宾客。九公主对此
是有什么不满吗？魏远侯，这次使节入汴京有多重要？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就不怕他犯错，影响了两国的交涉？今日是迎接贵客的接风宴，还请公主以大局为重，莫要因为针对我失了皇家的风范。还真是伶牙俐嘴。主母之位，既为尊贵，亦为重任。此次接风，它代表的不仅是我侯府，亦是我大燕。夫人持家有道，礼数周全，我自然是乐得清闲。看来公主多虑了。你们夫妻二人，还真是琴瑟和鸣，伉俪同心。多谢公主厚遇。嫂嫂不是要敬酒吗？别让宾客久等了。请。友谊长存。时间应懂。国法，我定不是非，不必过。这位侯爷肯定见过，她就是您夫人的继母。日前因为被沈元芷诬陷，已经被赶出沈府。秦氏，你不用怕，今日由本公主给你做主。你知道什么，尽管说出来便是。他母亲早逝，父亲续弦，将我娶进了门。我一直将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养育，没有想到他却担心我生出嫡子嫡女来，抢夺他的恩宠，于是，在暗中给我和府中其他妾室偷偷下了避子汤。我就让使我们再也无法延续香火。且不说你颠倒黑白，即便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些也不过是后宅阴私，和谋害使节又有何干？你闭嘴！这里还轮不到你来说话。他把我赶出沈家之后，我就偷偷的暗中观察，发现他经常跟一些行踪诡异之人有着密切联系。这些人并非大燕之人，接风宴前更是看到他们私下有交换一些东西，想必一定是跟谋害使节有关。沈元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派胡言！我和此人有仇，他的话不可取信。除了这所谓的人证之外，你可还有物证？你没有，我有。证据就在这里，这酒里有毒，下毒之人想要害的是我，而非使节。你说这酒里有毒？方才我要敬酒的时候，因为被九公主打断，我误拿了使节的酒杯，而他却在喝了我应该喝的那杯酒后中毒。
所以我敢断言，下毒之人要害的是我，不过却阴差阳错害了旁人。于是，为了不引人怀疑，他干脆祸水东移，将一切栽赃到我头上。所以，下毒之人就是你。你敢诬陷本公主？你有何证据？还请侯爷将这酒和大使节的酒进行对比，相信很快就能水落石出。你疯了吗？竟敢拍咬公主！旭儿，你们还不快快把她抓起来！谋害使团，污蔑皇室血脉，其罪当诛。沈元直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就地正法。我看谁敢抓我！我虽一介妇孺，但也是大阉人。今日之事，若九公主执意不肯承认，那便不是私仇，而是国恨。勾结外敌，谋害使节，我死不足惜。但若因为此事导致两国和谈破裂，甚至引发战事，身为皇家之女，既享了庶民之俸，就必担天下之责。九公主，你宁愿牺牲大燕百姓，也不愿承认错误吗？倒反天罡！侯爷，是鸩毒。我在边关曾有幸遇见过一位神医，他给了我一颗能够解百毒的药。今日遇见此事，情急之下，我便想到了此药，没想到还真有奇效。魏远侯今日之恩，我必不相忘。接风宴是在我魏远侯府办的，在我府里出了事，我便有不可推卸之责。刚才我已命人查验过，我夫人的酒壶中确实被下了药，下的是鸩毒。不可能，怎么会？公主，这药到底是怎么下到我夫人酒中？秦氏又是否有确凿证据？还是受人指使诬告？我定会好好审查。若真如我夫人所言，和公主有关，我相信圣上为了两国安宁，定不会徇私。不是我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是你，都是你，是你诓骗我说沈元直勾结外敌，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不是，九公主，是。夫君方才用手挡住我的双眼，是怕我被剑母的死吓到了吗？我是怕夫人太高兴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忍不住笑出来，不好的。你倒是了解我。谭香雪，你要干嘛？随身带了鸩毒，你不信我？侯爷，在使团接风宴上下毒之人已经拷问，他说我只是收钱办事，确实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对方的手既然能伸到我魏远侯府，想必身份不简单。先别打草惊蛇，继续查。是。
听了这么久的墙角，夫人不累吗？你交代我办的事有眉目了。樊星辰果然有问题，但他并不完全信任我，他想试探我，让我在接风宴上给使团下毒。看来他是做了两手准备，一边交代我，一边安排了自己的人。未必。你的意思是，想要下毒害人的人，可能不止一个。这事做不得。不，这毒必须下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彻底取信于他。可是，我自有应对之计。所以你的应对之计就是让大使节陪你演戏，假意中毒，引出幕后之人。什么可以解百毒的药，都是虚晃一枪。你确定樊星辰会信你吗？不管他信或不信，他都得信。更何况还炸出来一个九公主，这戏演的不亏。还有你，自作主张，把毒下到自己酒里，非要当众拉九公主下马，你就不怕我不保你吗？他搬出秦氏的时候，我便确定，之前在侯府安插人下毒的是他，他的目标是我，而非世界。我这么做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自保。再说，此事皆因你而起，因为我红颜祸水，你这算是风流祸根。传圣上口谕，九公主任性妄为，身为皇家公主，却无大局之念，屡次滋事惹祸。即日起，禁足于宫中，闭门思过。樊星旭，我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小姐，别凉着了。以后别叫我小姐了，免得平白被人抓了把柄。是，夫人。放心吧，很快便能叫回来了。只是现在我有个难题，还不知道怎么解。什么难题？鹬蚌相争，这渔翁到底要如何才能得利呢？是坐山观虎斗，还是挑动双方矛盾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？但是这样的话，渔翁可能未必会全身而退。夫人，谁是鹬蚌，谁又是渔翁？您现在说话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不懂是福气。丁丁，你先回去，帮我将盥洗的东西准备一下。是。小叔子既然来了，不给嫂嫂请个安吗？可惜了，就差一点。你说樊星旭那瓶能解百毒的丹药，是真是假？不可能作假吧？这大使节的命可都是靠他续上的。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好了，小叔子不会不认账吧？嫂嫂担心什么？我这人最讲诚信。这件事虽然结果不如我意，但是嫂嫂有勇有谋，临危不惧的样子，我还真是惊为天人。这样的人才困在小小的威远侯府，真是屈才了。过誉了，我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生活。你们威远侯府藏龙卧虎，拨云诡谲，是我配不上他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具体的交易了？樊星旭有一枚印章，平时贴身存放。贴身印章如此重要，一旦离身，必会很快发现。不会让你去偷，
你只需要在我准备的空白文书上盖章即可。此事若成，我保证繁星穴一定会死无全尸，届时你跟他的关系也就不复存在了。你别忘了，我是他的妻子，若他出事，你可以保证我全身而退，不被牵连。嫂嫂也别忘了，我是他的胞弟，你尽管去做就好。还有，你很聪明，但我可不太喜欢别人质疑我。有人说过，我向来口无遮拦，你可能需要习惯一下。夜黑风高，小叔子还是早些休息的好。贴身存放。半夜3点，夫人不请自来，意欲何为？今日之事，我是越想越后怕。我思来想去，若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别少话呀，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突然觉得，与其想尽办法离开你，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？繁星穴，我曾经看过一个画本子，画本子里的女人被男人囚禁、报复，却因为无人依靠，恐惧害怕到极点之后，最后反而爱上了那个男人。你说，我会不会和那个女子一般，爱上你了？滚！别用你对范星辰那套来对我。还有，别让我抓到你什么把柄。还不滚！让我再说一遍。皇兄特意让我向大使节赔罪，是本公主不懂事，错信了歹人，差点破坏了和谈。这次和谈的圆满，是两国携手共荣的见证。本公主愿尽地主之谊，向使团赔罪。九公主言重了。我已经认真反省过，之前是我太鲁莽，不懂顾全大局。所幸大使节身有祥瑞，逢凶化吉。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我想寻一件独特的礼物，赠予使团。我大燕以紫貂为己，听闻这围场曾在月余前出现过紫貂，此兽聪慧灵敏，可谓是稀世珍宝。若能猎得此物，赠予使团，结两国之好，岂不是一段佳话？侯爷，若论剑术，我大燕无人能出其右。敢问侯爷是否愿意一展身手，替我寻一寻这紫貂？魏侯，不若我们比比看。既然来到了围场，自然是要猎上你。请。
在这里等我，哪儿别去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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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定了！我来帮他。枪！本公主最喜骑射，今日你便是我的猎物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留一具全尸的。公主说最喜欢骑射，不过这射箭的功夫不过尔尔。强弩之末，嘴巴还是这么讨厌。你今日杀我，就不怕繁星絮发现，对你心生厌恶吗？我杀你。今日威远侯离开之后，围场惊马，威远侯夫人受惊之下，慌不择路跑进了山里，最后中箭身亡。我策马去追，却只寻到了一具尸体。这个故事无聊又烂俗，毫无新意，我不喜欢。对了，那次贺薇兰当街撞马而死的故事，也是你撒的狗血吧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就让你做个明白鬼。贺薇兰那个贱人，确实是我杀的。我知道繁星絮心有所属，但他一直将人保护得很好，我找了很久方才找到他。就只是轻轻地推了一下，他就正好撞在了马下。哼，那匹马也是匹疯马，无论马夫如何都拉不住他。你说，这可不就是命吗？有的人命比草贱。哦，就轻轻推了一下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的品味居然这么差，竟然看上了一个一无是处的孤女，真让人失望。相比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你，至少你配做我的对手。那我真是谢谢你，可我不觉得你是我的对手啊！看不起我？是，我看不起你。公主乃天皇贵胄，是这大燕身份最尊贵的女人，拥有普通女子永远无法触碰的权柄。这样的权利，你不去和男人争夺话语权，争夺实实在在的利益，你用来争风吃醋，甚至不惜违背律法，去谋害和你一样身为女子的平民。所以，我看不起你。你懂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？你不也是一样，为了一个男人，搞得鸡飞狗跳，身不由己。看来这个前世把我卖了个彻底。是，所以我让那个狗男人滚了。公主你呢？你也可以放下繁星絮，少背几条人命，替自己积点德，
我从来不想和你成为敌人。说够了吧？说够了，就下黄泉吧！戏看够了，舍得出来了。你们炸我！薇兰是你设计害死的。不是我方才都是乱说的，是他指鹿为马，他才是凶手。给我追，杀了他，一个不留！你受伤了，快走！什么高手，一群废物，到现在都没解决掉。夫人把我衣服脱成这样，就不怕我对你做什么吗？你都这样了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你这副样子，就算想对我做什么，也是有心无力。你既然知道九公主要对付我，甚至提前做好了准备，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高手埋伏呢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公主亲口承认杀死薇兰之后，你便可以洗脱罪责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冒着生命危险，好不容易从他嘴里套出了真相，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无辜吗？你是眼瞎耳聋吗？你心上人的死确实还有疑点，但这不是你威远侯颠倒黑白、针对我的理由。别忘了，是你一直在引导我，你的命还在我手上。你把剑拔了，不想我死的话，动作快一点。方才还是我的命在你手上，你还真是不怕我害你。不怕。繁星穴，好疼。我看你有点难受，所以。沈元之，你真的很讨厌。我知道，你不止讨厌我，还十分厌恶我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很清楚。你不知道，好几次我恨不得直接。范星勋，是你逼我的。
我只想活下去，你别怪我。我没杀你，对不起。他说重伤不治，死在这里，我便成了寡妇，不仅不用费尽心思逃离魏远侯府，也不用再冒险和樊星辰合作。可是今日若不是他救我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不，沈元辰，你清醒点，没有他的存在，你根本不会遇到这些人和事。你没事吧？你方才……我刚刚出去打了点水，可惜都洒了。没事，这围场里有不少兽类，你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好了。夫妻一场，大难临头，还是同舟共济吧。那个，昨晚下雪了，所以……走，得赶紧离开这里，找大夫医治。把我放下，你自己走吧。不行，我不能抛下你。你就不怕我抓着你一辈子不放手吗？若我死了，你就自由了。如果我把你抛弃了，如果你命大没有死，那我岂不是罪大恶极？你放心，我救你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不想给自己留下后患。就当是
了当前的人情。你把手给我。你想干嘛？这是我的印记，日后出了什么事，你把它交给鹰眼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真的要交给我吗？你暂时替我保管，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，你再把它还给我。走。到了，我马上去叫大夫。禁军，圣上到了。魏彦侯，我等奉皇命在此驻守，现下围场已经封禁，所有人都要带回去盘查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昨日，九公主在围场中遇伏身亡。世杰酒后失态，杀了我大燕的公主，此等肆意妄为，理应问斩。我没有杀人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圣上，此事上有诸多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人就死在他的帐内，他酒醉不醒，地上全是他的血。九公主平日确实被我宠得有些任性，但她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是大燕的公主。丧妹之痛，孤岂能忍？那些所谓的高手，面上是九公主的人，实则是为了拖延时间，调虎离山，破坏和谈。圣上，和谈之事关系两国百姓福祉，若此事真与使节有关，再行定论亦可。罪证确凿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和谈作罢，若不将其绳之以法，如何对得起王美之灵？此人罪不可赦，必斩。一时警戒，方能为我心头之恨。人不是我杀的，我也不知为何九公主会在我的帐内。圣上，和谈之事一直是由臣负责。昨日公主遇难，臣难辞其咎。臣愿以威远侯之位作保，恳请圣上给我3日时间查清楚原委，给圣上一个交代。若臣不能替九公主洗脱冤情，臣任凭圣上处置。很疼吧？你在关心我？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自己。认识你以来，这样的痛我都不知道尝了多少次。身体发福都是我的，我却没有保护好自己。很好，凡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你这罪没白受。好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先走了。留下来吧。留下来干嘛？别误会，杀死九公主的凶手还没有找到，而我又在查办此事，以防万一，你还是不要一个人待着。原来你在担心我。你别误会，其实我知道，你为人虽狠辣，但痴心一片。除了何为兰，心里容不下第二个女人。
我不会会错意的。你想做什么？这几日发生太多事了，我有点害怕。以前我娘还在世的时候，都会握着我的手入睡，这样我便睡得安心了。你要的东西。红颜果然是祸水，就是繁星絮也逃不掉。红颜若是祸水，那须眉不都是灾星了？这些都是失败的男人给自己找的借口罢了。当然，小叔和他们不一样，无深信，子之才，前途未可限量。大事既定，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那是自然。繁星絮那边，他在忙九公主的事，在他未察觉之前，你最好动作快一些。魏远侯，这就是你查出的结果。圣上，此案分明是有人故意杀害九公主，嫁祸于大使节，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和谈，让两国陷于仇恨之中。有何证据？经仵作仔细查验，九公主的死因是窒息，应是被人掐住脖颈，导致无法呼吸而亡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臣发现公主的脖颈、手腕、头皮等处皆留有细微的伤口，而这些伤口来自于围场的荆棘。这又如何？他进入围场狩猎，被荆棘划了几个口子，那有什么好稀奇的？确实不稀奇，但如果这些伤口是死后才出现的呢？活人的血流动快，受伤后容易血流不止，但死人却大不相同，血液流速慢，且颜色与活人愈合的伤口有所不同，所以臣断定，九公主身上的伤至少是死后2个时辰才出现。你的意思是，大使节进帐之前，九公主就已经死了，而九公主并非死于大使节酒后误杀，而是白日在围场已经死亡。凶手将她的尸体从林间拖拽回来，安放于大使节房内。另外，臣发现，在大使节的酒中有人故意下药，使其昏迷。下药之人我已经抓住，只可惜他是被人以书信收买，并未见过收买之人。可恶！到底是谁？太后驾到！母后，太后吉祥。不用说了，都起来吧。方才哀家在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，我的小九才刚刚及笄不久，便惨遭此难。他死得如此痛苦，哀家实在是寝食难安。魏远侯说是有人利用小九的死破坏和谈，我看却不尽然，因为这和谈是你主持的，使节团也是你负责招待的，此事与你利益甚大，难保不会有意包庇。且之前小九被禁足，究其原因，也是因你们夫妻2人所起。你的调查结果，我不信。母后，此事
圣上，边关急报，威远侯擅自调动兵马，致使防线空虚，邻邦趁隙而入，大举来犯。我军措手不及，折损将士甚众，情势万分危急，还请陛下定夺。魏远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文书上的印鉴是真，可是此文书并非我所发出。圣上，臣要告发樊兴绪通敌叛国之罪。他早与大使节勾连，收受其好处，想要在和谈中牟利。其次，他提及的给大使节下药之人，就是他故意买通做伪证的替死鬼。圣上若不信，可以召此人上殿询问。一派胡言！圣上，圣上，他这是故意诬陷。圣上，臣妇有事相报。这边关文书，臣妇在侯府见过，由夫君亲自送出。臣妇惶恐，实在不敢隐瞒，这关系到两国民生，望圣上明察。魏远侯樊兴绪煽动兵马，致边疆大乱，大使节杀害9公主，魏远侯故意包庇，罪无可恕。即日起褫夺其侯位，将此一干细人缉拿入狱，即刻问斩。左右逢源，见风使舵，是我高看了你。你不是心心念念你的心上人吗？我只是想成全你，让你早日下地狱，和你的小情人相聚。魏远侯，你疯了吗？还不快将他拿下！这次如此顺利，多亏了有你误导樊兴绪，给了他错误的线索。之前被他抓住，审讯的时候，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啊！要不是你把我救出来，也不会有我今日。上面允我几日后离府，这侯府很快便会被朝廷收回。等我将在外礼佛的妹妹和祖母接回，我便带他们离开大燕。宁王答应给我的新身份和勋爵之位，主上不希望两国和谈成功，这件事你办得很好。他之前说过的话也必然不会忘。这是主上提早为你准备的通关文牒。那便好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。何事啊？小叔这是何意？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向来短命。你不是已经被……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们耍我！
是我让他主动接近你，也是我让他故意自保，将目的告诉我。一切都只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让这场戏更逼真罢了。你这个人向来自负，绝对不会相信自己判断失误。沈元直，他几次三番要杀你，却回来将你日日折磨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并不是我不想与你合作，一开始我确实存了在你与他之间周旋谋利的心思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我想看你们兄弟相争，谁占上风，我就倒向谁。所以你是觉得他占了上风？不，是你太卑劣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但也是朝廷俸禄长大的尚书之女，深受国恩，不思相报，反为敌谋。此等其家国于危亡、背信弃义之事，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什么狗屁家国！若不是那狗皇帝传位给他，魏远豪还不一定谁的。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凭什么你是侯爷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勋贵？属于我的东西都要被你抢走。樊兴旭，我不会输的。沈元直，沈元直，沈元直，你的人情我还了。元直，没事。把人带走，把他们交给刑部。是。有件事我很好奇，你的心思如此缜密，算计得分毫不差。如你这般之人，九公主的死，真的是意料之外吗？什么意思？九公主可是亲口承认杀死了贺薇兰，夫君如此睚眦必报，真的会轻易放过她吗？可她身份尊贵，想要对付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借刀杀人就是最好的法子，既能一箭双雕，找出幕后之人，又可以除掉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正好这时你身负重伤，完美的避开了一切嫌疑。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过分聪明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你要学着藏巧于拙，好奇心不要那么重，不然，即便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会被自己害死。我要的答案已经有了，今日之言，我也记下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毛病。我只要累了，就会有些头疼。休息会儿便好了。我让下人去准备些吃的，就你平时爱吃的红豆羹，可以吗？还是你不想吃甜羹？我去叫傅仪。不必了，我说了我没事。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错了，薇兰之死本和你无关，是我自以为是，错看是非，把自己的无能还有愤怒宣泄在你的身上。
你是在跟我认错吗？在围场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此事尚有疑点，我的命还在你手里吗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嘛。何况以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还是剑拔弩张来得好。所以，你早就相信我了，是吗？程宇，这错，我会永远记在心中，从今往后不会再犯。是雪。别着凉了。你喜欢雪？我随父亲迁任的时候去过漠北，那里十里冰封，到处都是冰雪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去舔露天的冰柱子，结果舌头被粘在上面下不来，闹了好大的笑话。那时我娘还在，我们一家人每天都很开心，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可是回京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。魏兰也很喜欢雪，记得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手撑油纸伞，头戴玉簪，簪身通透如冰。玉簪上是有细碎银铃，随步摇曳时，会发出微微清响，宛如冰河之声。雪雪哥哥，雪雪哥哥，薇兰，你等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陪祖母在延庆寺礼佛的时候，正好遇见护死在山边的贺姑娘，所以就把她救了回来。薇兰受了伤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，
但他一直都在念叨着你的名字，我们这才知道他跟你认识。想着他孤苦伶仃，又遭逢此难，想着就可怜，所以啊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在闹市被马车撞击而死，且京兆府尹亲自查过，人已经下葬，怎么会出现在百里之外的延庆寺？八嫂这是何意？这延庆寺的大师都说了，微澜是命格奇异，纵使生死两尽，也能得到上苍庇佑，万劫而不陨。他一息尚存，便如枯木逢春，转瞬再生了。这世间福祸生死，天地自有护他之道，哪怕命途多舛，终会重回尘世。正所谓凤凰涅槃，浴火而生，此命格天星错落，凡人不及测度。确实是奇闻异桩。恭喜贺小姐逢凶化吉，这样我便安心了。你是？哦，她是我大嫂，刚嫁入侯府没多久。你娶妻了？是。哎呀，故人相逢，你们好好叙旧。元直，我啊，特意在寺庙里给你请了平安符，你随我一块去取一下。多谢祖母。来吧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但和你有关的所有事我都没有忘记。也许是上天见我可怜，想要圆我一个遗憾，便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活着实在是太好了。星虚哥哥曾和我说过，心悦我当时不懂，只觉得时候还没到，就拒绝了你。之后我一直在后悔，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我的心意，让你知道你不是在自作多情。我确实心悦过你，也许就是时机不对，有缘无分。而如今我已有了妻子，我们之间既然从未发生，那便是缘分已了，停在此处便好。我不相信，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你会娶她，只是因为误会，想要替我报仇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知道。既然我没死，你放他走，我们各归各位。我不会放他走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你不过是愧疚报复错了人，你怎么会爱上别人？我不允许。进来。我以为你不会主动来找我。你的心上人死而复生，我还没恭喜你呢。我是来拿和离书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替二位开心。我祝你们永结同心，
百年好合。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和离吗？侯爷，这是何意？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该我这个倒霉蛋退场了吧？我与你和离后，你便能将贺姑娘明媒正娶回府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不会娶她。你娶不娶她关我什么事？我对你们这些情情爱爱、卿卿我我的事情不感兴趣，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。范星雪，你放过我吧。何薇兰的死，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是，我是心悦过她，但我不是个傻子，我不会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欺骗自己没事。所以，我不会和离。我需要你留下来。你需要我？对，我需要帮我。一个只会威胁我的人，从你嘴里听到“帮我”2个字，真是难得。你一定要让我如此难堪吗？男人的面子比天大，我的命就比草还贱。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你不用贬低自己，是我之前做的太过分了，对不起。我希望你能帮我查清楚真相，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用尽一切方法刺激他。这句话我送还于你，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我可以做这个恶女，但是一切尘埃落定，和离之后，我不仅要带走我的嫁妆，我还要你威远侯府一半的家产。如你所愿。以后逢场作戏，可告知一声。我威远侯府的一半家产，可没有那么好拿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你脱衣服干嘛？夫君不是让我刺激他吗？长夜漫漫，你我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张床。夫君今日故人重逢，心情激动，定是累了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这次兵行险招，总算是保住了和谈成果。多亏侯爷相助，否则我怕是早已身首异处了。我回去之后，会将发生的一切告知给陛下，查清楚背后是谁在搞鬼，破坏和谈。山长水阔，后会有期。珍重，替我向夫人问好。
侯爷，事情有眉目了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人死复生，你相信怪力乱神之事吗？属下不知，属下也亲眼看见贺姑娘下葬。你说那2个埋棺之人月余前分别辞宫回乡了？是，两人家乡距离不远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务必把人带回来。是。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小姐，这侯爷最近好像不找您麻烦啦，还夜夜宿在您房中。您说咱们是不是要有好日子过啦？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刚出虎穴，又入狼窝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轻信了男人的话。人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若想改命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自从您嫁入侯府，我便越来越听不懂您说话了。自我入府以来，还从未与姐姐说过话。你是心绪哥哥的妻子，我自然要与你多多亲近。一口一个姐姐，我们夫人可是府里的独生女，可没有妹妹。侯爷马上要娶我们贺姑娘进门了，到时候夫人自是和姑娘以姐妹相称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此事老夫人已经定下了，整个威远侯府都知道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何况是我们侯爷呢？夫人作为主母，必深谙持家之道，难道连容人之量都没有吗？我这丫鬟秉性坦荡，素来直言，不喜虚饰，姐姐可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你既然尊我一声主母，那我便教教你，如何尊重我这个当家主母。我如何持家，有没有容人之量，不是你可以随意指责的。何况你造谣生事，破坏贺姑娘的名声，到底有何居心？贺姑娘，姐姐这是何意？夫君将你们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了。你身世凄苦，又遭逢大难，能有此机缘死而复生，我和他都为你感到高兴。他告诉我，要将你当作亲生妹妹一般留在府中。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会同欣桐一般视你，将你当作亲生妹妹。妹妹？是。侯爷与我虽然之前从未见过，但是婚后相守，日久生情。他与我约定，此生只娶我一人。这祖母一定是误会了，下人不懂事，胡乱传话，莫要坏了姑娘你的名声。贺姑娘以后如欣桐一般，唤我一声大嫂，可好？什么大嫂？我不信，我要去找心绪哥哥。这人真是恬不知耻，哪有还未出嫁就惦记别人家丈夫的？慎言，我方才说什么了？莫要乱传话，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。是。好了，收拾下东西，我还要等着去看下一出好戏呢。戏？什么戏啊？小姐！
大嫂，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你大哥。元直，你虽为心腹，但也不能日日痴缠于夫君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你不识大体？祖母，我和侯爷两情相悦，琴瑟和鸣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就应该传得人尽皆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心怀鬼胎，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大嫂，你这是在一语双关，指责我们带回贺姑娘，破坏了你和大哥的关系是吗？哦，我没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们这么认为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沈元直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尊卑礼节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若长辈先行失德，怎能指望晚辈知礼呢？先自省，方能有指教的立场。劳烦二位让让，我要去见夫君了。祖母，你看他真是要反了天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去，给魏远侯府换一个当家主母。修修哥哥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兴许哥哥，元直姐姐告诉我，她想收我以义妹的身份留在府中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意思。我不信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兄妹呢？这世上可没有互相爱慕的兄妹。为什么不能？你我之间早已不可能了。以后还要嫁人，有个身份留在侯府，对你更好。若不是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捅破窗户纸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他沈渊只不过是后来的。我知道你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对他心中有愧。我愿意接受和他共侍一夫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两人共侍一夫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昨晚在你房外看着你们亲热，我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明明不是这样的，怎么说变就变了？修修哥哥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报复我，拒绝过你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我绝不会再错过你。范兴旭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白日宣言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月之姐姐，别误会，我和兴旭哥哥只是一时情不自禁。姐姐，不要打我！范兴旭，你还记得你在我面前发过的誓言吗？你说你爱我知己，今生今世只娶我一人，绝不纳妾。若为此事，天降雷火，焚你三魂七魄，水淹泥沼，断你百年福缘，六亲断绝，孤苦一生，世事为人情所不齿，坠入轮回，万劫不复。范兴旭，你若有心上人，为何要诓骗我一片真心？不会原谅你的。侯爷，你太过分了！兴旭哥哥，你为了他竟立下如此狠毒的誓言。方才你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会辜负的。不会辜负他，所
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今日可是占了个大便宜。小姐，你方才的模样看着对侯爷情根深重，可是明明……你还小，不懂情爱之事。哪家夫妻不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呀？所以你爱上侯爷啦？自然是不可能。爱你至极，今生今世只娶你一人，绝不纳妾，哪怕六亲断绝，孤苦一生，万劫不复。怎么，公报私仇有意思吗？此言差矣，我所行之事不过是在帮你。我让你刺激他，没让你戏耍我。我身为女子，对女子自然是了解的。一个曾经爱而不得的人，转眼就移情别恋，被捧上云端，又被弃之敝履，这样的落差，一般人受不了的。是吗？那一女子明确拒绝后又反悔，又是何意？人本来就是多变的，男子可以朝秦暮楚，女子自然可以摇摆不定。不过以侯爷的身份地位，自然是更愿意相信人家是欲擒故纵了。既如此，那再加把火吧。娘子，你放心，我既对你许下誓言，便会信守此事，终生不弃，你我永不相离。他现在那副恨不得杀了我的样子，看起来对你确实有几分真心，我都有点不忍心了。你若是查不出什么来，不如从了他算了，这样我也不用陪你演那间谍情深的假戏码了。你倒想得开，我威远侯府的一半家产，可没那么容易带走。罢了罢了，行事压人，说吧，还需要我怎么帮你？那日，我亲眼送他下葬，他如今死而复生，棺中的尸体不翼而飞，而埋尸的两个人，分别辞宫回乡。此事太过蹊跷，我已命人去查探清楚。若非鬼神，那就是人为。如果真的是人为的话，贺微澜一定有问题。侯爷，事情都查清楚了，那日埋尸的两人都死了。死了？死因是？两人先后都死于暴毙。淹尸了吗？嗯。尸体没有明显的伤口，但胸口似有肿胀，应是被人用巧劲击打，致脏器破裂而亡。关于贺微澜的所有信息，特别是她孤女的身份，还有我与她相识的过程，一切相关的人事物，都要重新调查一遍。是。贺姐姐，这段时日在我们侯府住的可还习惯？一切都好，还要谢谢妹妹与祖母护着我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，放着你这么个娇俏可人的大美女不要，每天守着那尖酸刻薄、心机深沉的女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下蛊了。沈姐姐，毕竟是心绪哥哥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他对我有敌意，也是正常。你们愿意收留我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情分。什么情分？谁跟他有情分？当初大哥要娶她，我们夏家可都不同意，可是他非要娶，我就知道此人一旦进府，必定会闹得我们侯府鸡飞狗跳。你都不知道她嫁进来之后发生了多少事，就连我二哥都……我嫁进来之后发生了什么？看来小姑对我有许多不满啊。是我这个做嫂子的疏忽了。正好，
你同我好好说道说道，让我反思反思，看看如何改进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星童妹妹没有别的意思。没有别的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嫂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听说你让我哥发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你也太霸道了吧！我哥可是威远侯，别说纳妾，就是多娶几个平妻也没什么稀奇的。若日后你要是生不出儿子，岂不是让我们威远侯府绝后了？你干嘛？疼吗？当然了，你有病啊！别人打你你会疼，你打别人，别人自然也会疼。异地而处，同为女子，我希望你嫁一个一心一意爱你、敬你，而非三妻四妾的夫君。不管你未来的孩子是男是女，哪怕生不出孩子，你也可以抬得起头，因为你首先是你自己，才是丈夫的妻子，孩子的母亲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星童妹妹怎么会生不出孩子？她可是高门贵女，未来的夫君肯定也是非富。我之前在漠北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雪，到处都是冰柱。我好奇之下舔了一口冰柱子，结果舌头被粘在了上面。还有这种事啊？那后来怎么办？后来啊，还好有热水。贺姑娘，您的红豆羹好了，红豆已经替您去掉了。你不吃红豆吗？我只喝红豆熬出的汤。小姐，这个贺姑娘怎么和你？小时候被豆子噎过一回，之后便再也不敢吃红豆，但是嘴馋，便总要尝尝羹汤的滋味。所以小姐的红豆都便宜我了，我还以为就您好这口呢。不止于此，她也去过漠北，还有跟我相仿的经历。这世界上真会有如此巧合的事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瘆人呢？丁丁，你帮我去注意一下这个贺姑娘，将她的爱好和习惯都一一记下，告诉于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皇上，快走！繁星虚是胭脂，这一次才刚开始。走。他的身份是假的。名字、身份、过往，我所知晓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信中并没有查到他的真实身份，或许他有什么不能说的苦衷，迫不得已才需要隐藏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的人肯定会查出来。替他伪造身份之人并不简单。以前，我只觉得她是个普通宫女，从未怀疑过她。你的意思，她可能是十之八九。智者不入爱河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无论你多么自诩聪明，一旦放下自我去爱别人，就注定是个悲剧。你和我，在此事上犯的蠢，没什么区别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大意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等真相大白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我的红包，星童。
灵儿，果然是你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灵儿？我前段时间出了点事，失去了记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不是繁星旭，别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你是谁，最好别跟我装疯卖傻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我要是你，与其在这里找人叙旧，不如早早想办法离开。你这个头号奸细还没走，我为何要走？灵儿已经死了。我真是不懂，繁星旭到底有什么魅力？你们一个两个对他如此趋之若鹜，你为他甘愿诈死，放弃细作的身份。说吧，你找上我，想要干什么？助我离开大燕，我替你保守秘密。原来不是不想跑，而是跑不动啊。别急，我没说不答应。不过，你得先帮我办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杀一个你我都深恶痛绝之人。我答应。微蓝，微蓝，微蓝！哎呀，微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人好像……你刚才跑太快，我都没有追上你。那个萧晓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幸亏我追得快，他跑一半就把荷包扔下了。外面不安守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你说的对，走。包子，刚出笼的包子，过来一块，过来一块。战得的糖葫芦，几个？都要了。卖花布了，快走！我吃常来。醉歌坊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包子。老爷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小姐，不，是夫人，她让我告诉你，做他一个使臣未归，就一定是出事了，让我一定要来找你。是你，好久不见啊，我亲爱的大嫂，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死在你和繁星旭手中？之前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所以你想报复我？是，得罪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猜猜我要怎么对你？我之前还真是高看了你，你就是个懦夫，就连报仇也只敢捡我这样的软柿子皮。你怎么不去找范星雪？并且他才应该是你最恨之人。住嘴！我先送你上路，我们很快便会在地府相聚。
长眼睛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既然已经卖身给我们最德坊，就别想着跑出去，给我带回去！只要你骂我四侯爷，那这些银票都给你们。下次还来？我的银票！你疯了！你们都看到了，他撕了我的银票，得赔偿我。撕了就撕了，有种你报官！岂有此理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，走走！这位客官，对不起，这是刚来的姑娘，不懂事儿，还在调教呢。这我可不管，他撕了我的银票，还大言不惭的，这关我非报不可。走！你不这样子！够了吧？够了，走了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放开我！本来想多折腾折腾你，但我现在改主意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有杀就要快，只要多忍你一刻，就会错失良机。沈元直，沈元直，沈元直，你醒醒！沈元直，沈元直，你醒醒！我不准你死，你不能死！沈元直，沈元直，你给我醒！你再不放开我，我就真的要死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？我没事。他竟然没死。去找鹰眼，打进重阳来。是，我马上去。痛。既然知道痛，为何要自作主张？万一我去晚了，你就……今日是我莽撞了。我见到贺微澜换了身装扮，偷偷跑出侯府，没有多想便跟了出去。但是我有特意留一手，让丁丁帮我报信儿。还敢狡辩？若我没有及时回府，等你的丫鬟找到我，你早已成了一缕孤魂了。受人之托，众人之事，我还不是想着把事情办好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便可以早日跟你和离，我也可以早日离开侯府，重新开始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夫人为了离开我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豁出去。疼，我的手疼。抱歉。侯爷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什么叫你就那么让我讨厌？我是怎么嫁入侯府的？婚后又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这短短不过几月，你倒是忘得一干二净。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子，面对动不动就威胁自己、伤害自己的男人，不是要离得越远越好吗？我没忘，我欠你的，我会想办法弥补。我没有受虐倾向，但是我接受你对我的补偿。侯爷只要遵守诺言，事成之后放了我，便皆大欢喜。很好，一个不被感情所束缚的人，一切都可以随心而为，不委屈，不妥协，不牺牲。你以后要一直这样，未来的每一步都为自己好好打算。那是自然，毕竟这世上只有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。放下吧，我帮他上药。这有侯爷在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这几日你好好休息，什么事都不要做了。范星辰越狱这件事，既然牵扯到了他，势必有一番争斗。他这个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他与贺微澜之间必有关联，不如我们再加一把火，把他们都逼出来。记吃不记打。此事按我说的做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我会想别的办法。记住了吗？说话便说话，离这么近干嘛？今晚我会守着你，你好好休息。他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，是替我担心，还是担心我坏了他的事？小姐小心点儿。大嫂，我听说你又受伤了。你说你这是什么命格呀？加入侯府之后，3天2头，不是手断了，就是身上伤了。要我说，你要不还是去趟延庆寺吧，找大师看看，帮你改命，可不要克到我们。多谢小姑子关心啊。这说来也是奇怪，我在没有嫁进来之前，身强体壮，平日里连个伤风都没有。但我自从嫁入你们家之后呀，我就没有全息全影过。且不说这个，就你二哥那档子事儿，就差点祸连全族，身首异处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威远侯府呀，定是有什么命中之劫，确实该找个大师好好看看。你说什么？我也是倒霉。第一个被你们克着，这往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小姑子，你该跟祖母好好说道说道，解决此患才行啊！你少推卸责任，我们侯府可是百年勋贵，怎么可能克到你？还不是你！沈姐姐受了伤，我们是来看她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补汤，活血化瘀，对你的伤有好处。你务必要试一试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夫人不会喝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的。哼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薇兰姐姐，我们走，根本就不领情嘛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装什么好人呢？大嫂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你的下人的吗？丁丁，怎么能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呢？就算人家贺姑娘是黄鼠狼，我也不是鸡呀，这说着多不好听啊，是吧？夫人，你就不怕这汤真有问题？贺姑娘是个聪明人。聪明人做坏事，怎会让人随意发现？若这汤中真有问题，这不白白把把柄送上门来吗？沈姐姐果然慧智来信，机敏过人。可惜，就差一点儿，就能送你下去见阎罗了。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逃过一劫了。沈姐姐要是喜欢，每日我都做一碗送过来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！
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看大嫂的。方才她喝了魏兰炖的补汤，就吐血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补汤？这是些当归、黄芪之类的补益之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。我发誓，这汤里我真的没有加别的东西。滚！从今往后，谁都不准靠近他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们再也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他发起疯来，我可管不了。你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傅仪。我调配的血豹，以假乱真，还不错吧？你甜的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说过，还需要再加一把火。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，我只知道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还真拿你没办法。既然你帮我点了这把火，我便承你这个情。现在，我再去浇把油，让它烧得更旺。你便这么在意他吗？星虚哥哥，今日之事，我相信与你无关。我就知道你不会随便冤枉我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来是有其他事情跟你说。何事？我在城郊购置了一处2进的宅子，你收拾好便搬过去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将我赶出侯府？你与我不适合住在一处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是不是沈渊只说了什么？是他逼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世上，只要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逼我。他受伤需要静养，我不希望你打扰到他。我躲着他还不行吗？你在一日，他便心烦一日；他心神不宁，我便心烦意乱。所以你不能待在侯府。范星雪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他笑你笑，他哭你要跟着哭吗？他沈渊只随便一个举动就能让你失魂落魄，不知所以。便是以前心悦我时，你都不曾如此。我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痴情种呢？随便你怎么想，好好收拾，3日之后我便送你离开。范星雪，沈渊之，是你们逼我的。祖母最近家宅不宁，二哥又，还有大嫂也是3天2头受伤。你说，咱们侯府会不会真像大嫂所说的那样，受了什么诅咒啊？他沈元芷的嘴里能说出什么好话来？既不尊长，也不爱幼，自己就是个倒霉鬼，还要连累我们全家。如果真的有什么诅咒的话，咒的也是他。您别生气，沈姐姐说气话呢。不过什么？
不过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不好的事，却未不祥之兆。我听延净寺的大师说过，这种情况需全家上下去庙中抄经祈福，点长明灯方能化解。是吗？大师真的能解？哎呀，祖母，宁可信其有啊，要不咱们还是去趟延净寺吧。可是你大哥未必能同意呀。您和大哥好好说说，他看在您的面子上，肯定会同意的。务必把沈姐姐也叫上，全家一个也不能少。行吧，杏桐，此事就交由你来办。祖母，我办事，您放心。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已经准备妥当，请随我来。好晕啊！真相有异。封四门。大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救救我！我们中了迷药，短时间内会肢体无力。只能等人发现不对，找过来。造孽！到底是谁跟我们侯府有仇啊？二哥，是你绑了我们！星辰，你快放了我们！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事好好说啊！什么一家人？那种有福不能同享，有难我一个人担的一家人吗？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做下那等事，差点连累全家，你还有脸怪我们？星辰，赶紧把我们放了吧，不要错上加错，执迷不悟啊！我执迷不悟？要活命的话，都给我闭嘴！上次让你死里逃生，这次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要杀便杀，少废话。今天我心情好，你不是最惜命吗？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们2个人中只能活一个，你要选谁啊？傅为天，你要以大局为重，你能为我侯府牺牲，等到来日，老山定向皇上禀明，赐你一个诰命，风光大葬，入我樊家祠堂供奉。祖母，你想多了吧？人死如灯灭，一条命换死后荣华，我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享受呢？樊星雪，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。你可以怪我，但我的命只有一条，我是不会为了你牺牲的。你真是不要脸！我希许哥哥对你那么好，如此薄情寡义之人，
星旭哥哥，你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吗？让我选，我一定选你。为了你，我可以豁出一切，甚至是我的命。我才是真心爱你之人。够了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上演痴男怨女的戏码。既然他选了，那轮到你了。如果这2个女人只能留一个活口，大哥，我很好奇，你会选谁？你的好奇心未免也太重了吧？你以为你这样耍弄我们很有趣吗？却不知口舌成祸，言多必失吗？范星辰，你这个人的嘴还真是让人讨厌。你不是让我选吗？我2个都不选，我选你。我要你的命！贺薇兰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连骗你都不愿意，你还不死心吗？范星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认识？这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蔚蓝，你是……不可能的。你们还真是够傻的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输赢不在你我手中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其他人呢？他们在安全的地方，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，可以好好的谈一谈。从头至尾，都只是你设的一个局。繁星辰通敌叛国，勾结外邦，你和繁星辰串通一气，你是细作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伪装的必要吗？你既已占了上风，为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呢？你猜的没错。所以你假死是为了他。我需要摆脱细作的身份，这样便可以重新开始，真正的常伴他左右。于是你将计就计，索性暴露自己，让九公主对付你，甚至让你的主家认为你不堪重用，想要杀人灭口。不管是出自谁之手，你都可以假死避祸。是又如何？我从没想过害任何人。哼，好心计！你明知繁星旭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却想不到他会为你复仇。他为爱痴狂，对我一往情深，我总不好怨怪他。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毁了可就不好看了。你如此聪明，大家又都是女子，存世不易，你就当帮帮我。没了你，他就会慢慢变回从前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女子存世不易，还要用道德仁义来互相绑架。若你担心繁星旭移情别恋，杀我不如杀了他。人只有彻底死了，才不会变。你舍得杀他？我舍不舍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骗自己一辈子？与其为了一个随时可能会变心的男人，伤害同为女子的我，不如我帮你一起解决了他。你要是不舍得杀他，
咽了也行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怪不得他对你动心，还真是个妙人儿。你让我消失，只会让他爱而不得，念念不忘。只有让他痛恨我、厌恶我，你才能真正放心。别以为你说几句我就会放了你，你注定是活不了多久了。但你放心，你今日这番话，姐姐我是听进去了。若他真如你所言，在你死后对你念念不忘，那我便送他下去与你作伴，如何？赢与输都不在这间屋子，也不在你我手里。这样吧，在我死之前，我帮你完成一个愿望，如何？什么？你竟然是谢祖！是我异想天开，以为有真心便足矣。但很多事情，有真心是远远不够的。所谓真心，却掺杂了太多杂质。我不可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贺蔚兰，念在你我相识一场，你悬崖勒马，弃暗投明，我可以争取放你一命。是我输了。只要活着一日，便不算输。妇人之仁，何为兰，答应你的事我都做了。既然你舍不得杀他，那便让我来吧。今日你们都得死。何星辰，你疯了！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逃跑，他想跟我们同归于尽。二哥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！你一个人死就算了，少说！我起来干嘛呀？你们没中迷药，怎么样？为你准备的这一切，放我走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我可以放你走，但你不能伤害他。往前100里，出了山驿关，便不是大燕的国土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不杀我？主谋已经伏法，该杀的、该查的，都已经差不多了。对于逆谋案的线人，我有权酌情处理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你知道？你死后，我便收到一封匿名告密信。信中将潜伏在大燕所有的细作一一罗列，替我省去了不少功夫。这封信是你送的吧？我只是想重新开始，所有知晓我身份的人，我都不能让他们活着。所以等樊星辰入狱之后，你才敢现身。我怕再晚一点，你就爱上别人了。没想到，还是晚了。明明是替我报仇，你却爱上了他，真是可笑。我与他之前，只是为了查清楚真相，做戏罢了。你我之间，便当作从未相识过。从今往后，好自为之。
客官，常来歇脚吗？喝杯茶呀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啊，那个样子。您那个伞怎么办呀？瞧一瞧，看一看。糖葫芦嘞。就那个。这个。拿给我看看。来，给你。我最喜欢血色。母亲还在的时候告诉我，人活着当有唤起一天明月，照我满怀冰雪的坦荡。京城的雪和漠北的雪完全不一样。你到底曾经是心悦我，还是心悦我模仿的那个侧中人呢？你敢在我面前宣誓主权？繁星须心悦我，即便你是公主又如何？又如何？我是天上云，而你只是地上泥。你我之间的距离，是你这辈子都跨越不了的。同样，你与威远侯也绝无可能。好，那我便拭目以待，到底是你这位公主手眼通天，还是她能护我周全？你。你与他之间清清白白，你看他的眼神容不下第二个人，知道他用我一线不顾一切去救他，你明明早就爱上他了。范心虚，我不会提醒你，就当是我的嫉妒心，最后给你的小小报复吧。你倒是有情有义，给他留了一条生路。他告发有功，将功抵过。究其根本，我们只是各为其主罢了。你到底是怎么确定他是细作的？这不是……他不是大燕人，他过往的经历都是东拼西凑，大多都是来自这本子里的故事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……是什么？
所以你爱上的是他模仿的这个册子的主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到底爱不爱你不知道吗？他这个人在感情上和我一样迟钝、愚笨，他不知道也很正常呀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他爱谁不爱谁，因为什么爱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烦心？对，与我无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只要顺利拿下和离书，就可以离开威远侯府了。对。谁？是我。很晚了。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答应你的。和离书。这是库房的钥匙，按约定，你可以拿走一半的家产，还有嫁妆。你真的要履行诺言？你觉得我会毁约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干脆。你不会是因为贺薇兰的事情刺激到你，不管不顾，想当个三才童子吧？不想要了？怎么会呢？既然你如此大方，我自然是却之不恭。那明日我便不送你了，夫人。你后悔知道真相吗？他已经洗白了身份，你只需要睁只眼闭只眼。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若我是个普通人，我可能不会追究，可我不是。在其位谋其事，我背后是整个樊家，还有大燕。我输不起，一切不合理之事发生在我身边，那都是阴谋。对了，今日你在马车上问我的事情，我还是没有答案。或许我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喜欢他，或许他对我确实有过真心。但如今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以后，我们也不会再见面。你可以过回平静的生活了。
本册子的主人是我不小心遗失的。我一直觉得我和他在某些方面莫名其妙的很相似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他捡到了我的东西。所以，你爱上的是个真实存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虚假的。我发誓，虽然我满嘴谎话，但这次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自从我见到那本小册子之后，我便知道是你。范星雪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。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你不是说过，你不会爱上伤害过你的人吗？是，我以前是很恨你，恨你太狠、太绝。可是，在真真切切接触、了解，以及经历生死之后，我就不那么想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若不是因为我脑子不清醒替别人顶罪，你也不会。我不管，在你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相见，我突然感觉很舍不得。范星雪，我喜欢你，虽然还没有到爱的程度，但我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你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藏着掖着。我既然知道喜欢你，我就一定要说出来。可是，我不确定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不想欺骗你。我现在很混乱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爱一个人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知道是不是喜欢我，但不代表你并不喜欢我。如果不是，我不想再伤害你一次。傅君，我虽然在感情上受过伤，但我并不脆弱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心意，我也想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心意。别推开我，好好感受一下。好香啊！哇，大嫂，大早上的你亲自下厨啊？是我最喜欢的鸡汤面。哎，好痛！这可是我给你哥准备的。我大哥什么好吃的没吃过，他才不在乎呢。大嫂，你心里是不是还记恨我？我错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贺微兰是个坏人，这才着了他的道。只有这样吗？干嘛？起来！大嫂，我之前确实是看不起你，我觉得你离经叛道、目中无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大哥。直到这次延庆寺的事情，我才发觉你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，在我害怕的发抖的时候，你却还能谈笑风生，为大家争取脱困的时机。大嫂，不，沈元芷，即便你不是我大嫂，也是我最羡慕、欣赏、最想成为的人。
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当时的无礼和傲慢吗？你先起来。不，你不原谅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你方才还说羡慕我、欣赏我，想成为我这样的人。那你便应该知道，像我这般的人是不会被这所谓的礼仪绑架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玩了。我从未恨过你，何来原谅啊？真的，旁人的喜欢还是讨厌都与我无关。大嫂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也要像你这样洒脱。我没有什么厉害的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。不，你不一样，你和那些以夫为天的闺阁女子都不一样。天下女子只需如同男人一般，读书明理，争强好胜，不放弃对任何权利的争夺，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，一切以自己为先。她们也会是洒脱、自由，不困于后宅的闺阁女子。我和她们没有高低之分，只不过比较幸运，先一步知道了这个真相而已。正好还可以下一碗，你要想吃的话。想吃想吃。这太好吃了吧！是我，抱歉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别来我房间。什么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？我们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间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搬过来跟你一起住。不行。我帮你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履行一个做妻子的义务。你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不要跟我玩火。你还真是不懂怜香惜玉，不过也好，证明你对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不感兴趣。我的眼光真不错。哎，我做的，试试看。我不爱吃面，别白费心思了。接受我对你的好意，就这么难吗？
出来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过了，我们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间房。穿好衣服，别胡闹，快回去。我曾经背你几里路，你背我一下又怎么样？下去。红了，害羞啦？我说过，不要再和我玩火。回去。一个女子放下自尊还有矜持，讨好自己喜欢的人，最后还是被拒绝了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樊星旭，你错过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快点回去。ren真，ren真，你怎么了，ren真？我死前想知道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你对我和有过一个东西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就像你之前那本小册子。我都不知道我爱上的是真实的一个人，还真是何伟兰模仿的你。世界上那么多人相似，难道每一个我都会爱上吗？所以我还没找到答案，我
才没办法给你的。你这个人杀伐果断，但在感情上如此拖沓。我喜欢上你，真是死不瞑目。人质，人质，人质，只要你能活过来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对不起，人质，人质。你说的。说了可不能反悔啊！你又骗我！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，也想让你认清楚自己的心意。但是你一直逃避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那个黑衣人是鹰眼吧？连我的心腹都收买了。你知道？他跟我那么久，我会不知道吗？看到你浑身是血，我确实有一瞬心慌。但仔细一想，血液飞溅的痕迹，还有你的反应，都不对。所以你刚刚那么伤心难过的样子，都是在陪我演戏了？好玩吗？和我在一起，如果后悔了怎么办？后悔了，那再和离便是了。难道我一个女子，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吗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是我更爱我自己。之前繁星辰让我做选择的时候，我选择我自己，我是真心的。说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让自己活下来。再说了，我才刚嫁入侯府，一点夫人的便宜都没占着。不行。好，那便试一试，夫人。侯爷，我也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才从了夫人的。大哥，大嫂可是我的人生导师啊！你要是敢辜负她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打扰小两口亲热，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哎走，哎呀。可以吗？醒了。害羞了？昨晚明明那么主动，现在不好意思了？我哪里有？明明是你。明明是什么？现在是天明，你就不怕被别人笑话，说你
千里仙桥，但已享乐。夫人不用担心，他们只会说你才情出众，御夫有方，所以才会叫我魂牵梦萦，情不自禁。那个侯爷，侯爷，你最好有事。宫里下了帖子，想邀请侯府所有女眷前往一叙。太后，九公主的生母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你待在府中，此事我去解决。作为朝廷命妇，理应进宫行礼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但只有千日做贼，没有千日防贼的。你不可能一直护着我，我会尽期行事的。行吧，等宴席之后，我进宫去接你。大嫂，我都好久没进宫了，要不是祖母身体抱恙，不然的话，她就能跟我们一起来了。府医看过了，祖母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不用担心。我今日过寿，想着热闹热闹，就当是个家宴，简单聚聚，大家不必拘礼。大嫂，你可要多吃点啊！这御膳房的菜平时可很难吃到呢。加点菜在碗里，不要入口，假装一下，酒也不要动。别问为什么。对不起，奴婢不是故意的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冲撞了威远侯夫人，还不把人带下去换身新衣服？太后，臣妇无碍，不过是几滴酒水，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。臣妇回府再换便是。落落大方，处事不惊，这威远侯还真是娶了一位好夫人呐！啊，多谢太后夸奖。那便坐吧。谢太后。嫂嫂，你为什么不去换衣服？嘘。威远侯夫人，这琴声如何呀？若是喜欢，定要好好听听。你真是让我好找。繁星旭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这句话，你应该对自己说。束手就擒吧，省得麻烦。繁星旭，你还有功夫来管我？沈元芷现在应该在宫内参加太后的寿宴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若是不快一点，她很快就要身首异处了。你给我再说一遍！我说你心爱的女人马上就要下黄泉，你这辈子都会活在悔恨中，爱而不得。
威远侯夫人怎么了？你看起来气色很差呀。臣服失礼，不胜酒力，可能需要先行离席。是吗？那你先别急着走，我换太医过来替你看看才放心。谢太后，不必了，臣妇先行告退。心疼。韩家竟然抱藏祸心，私藏凶器进宫，刑刺本宫，把他们抓住！杀了你！禽兽有意，这宴会之上定有什么东西，令人失之发狂，还敢狡辩！杀了他们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一查便知。太后这么着急要杀了我们，是要灭口吗？好你个胆大包天的沈元直，今日你必须死！快杀了他！有我在，谁敢动他？元直，我和星童都中招了。来，威远侯，你樊家上下都想谋逆吗？谋逆之人是你吧？你疯了，竟敢诬陷本宫！你最好自己想清楚，你究竟做了什么。反了，都反了！快，给我把他们都杀了！太后，不，应该说真正的太后已经被你杀了。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把我放了。你没资格跟我谈交易。你难道不想救沈元直了吗？别给我耍花样！当今太后报复你们，并不是为了给九公主报仇，而是因为她是我们的人，她并不是真的太后。侯爷，曹是。仅凭一面之词，就想构陷本宫，哼！3年前，太后去延庆寺礼服，回来之后便大病一场，不太见人了。我已先行禀告圣上，派人去搜查。你长相和太后有8分像，又利用太后常年在延庆寺礼服，暗中观察和模仿，直到完全没人认出来后，便彻底取代了她。真正的太后，3年前就被你们杀了。侯爷，尸体已经找到。真正的。3年筹谋，毁于一旦。大燕有这样的将才，还真是气数未尽呐！何为气数？世间沉浮，历史长河，谁敢轻言坍塌？大燕根基深厚，国运如潮，想毁了它，不过是愚者妄想，早些放弃吧。把他们带走。
关系一下，早点休息。我有点累，夫君，不想动。好，那边不动，我来帮你。不是累吗？怎么还不休息？很累，累得全身酸痛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我来帮你按摩。夫人可还满意？还行吧。没想到杀伐果决的魏远侯如此俊美。照顾好自己的妻子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给你个惊喜。元直，往昔你我如隔山海，满心皆伤。幸命运未绝你我缘分，过往痛苦都已过去，这是命中注定，生死相依。君既携手，我便轻信。往昔如梦，纵痛一念，愿与君相许，纵天地改亦不负。我愿以此生换你一世安宁。元直，这次我是真心娶你，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吗？今有新人，共结连理，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，愿一世无忧，共享白首。放开他！别过来！不想他死的话，就拿你的命来换。只要你不伤害他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不要！这还真是可喜可贺啊！我们樊家居然出了你这么个痴情种。这样吧，你拿那把刀，先砍自己几下，让我看看。不要！范先生，你不要盯他的。侯爷，把刀给我！给我！不要！侯爷，怎么了？继续啊！我没喊停。不要！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
你很爱他是吗？我叫他死在你面前好不好？杀了自己啊！范星旭，快！我告诉你，没什么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生死关头，我不要你为我牺牲。你若为我而死，我一点也不会感激你。范星旭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的爱真是卑微啊！从小到大都一样。你个有爹生没娘养的东西！这世上最后说到有人爱你。娘子，照顾好自己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你说过，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我不是想救你，我只是不想我大婚之日变成我情敌的忌日，不想让他活在对你的愧疚里。娘子，没事。我们相爱太不容易，我想让我们可以没有挂碍，无拘无束的在一起。会的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哎呀！我不会死。下手还挺重，痛死我了。因为我总受伤，我随身带了这个护心镜。原来当他真正爱上一个人时，是这样的。以后别这么吓我了。别怕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范星旭，别的我管不了你，可是为侯府开枝散叶，那是你的责任。元芷都进门3年了，还无所出，搞了半天是你不想要孩子啊！祖母，有关子嗣的事情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您只管颐养天年，该有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。这什么叫该有的时候？你说你居然瞒着我，天天喝避子汤，哪有男人喝避子汤的？你疯了不成啊？哎呀，祖母，大哥大嫂的事他们自有安排，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。杏桐，扶祖母回房好生休息，祖母应该是累了，我还有事。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能抱上重孙子啊？真是个不孝的子孙！不行，今日我定要跟他问个清楚。祖母，我看他跑过来的人呢？哎呀，祖母，你就放过大哥吧。丫头片子懂什么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可是大哥说了，女子年纪太小生育，很容易遇上产厄。他也是太过在意大嫂，害怕她有什么不测，希望万无一失。这女人生孩子就是要在鬼门关走一走，哪个女人不都是一样的？那是别人，既然知道难产有风险，就应该降到最低才是。
大哥这么爱大嫂，若是怀孕，真会让她有生命之忧。我估计大哥宁愿无子送终。你乱说些什么？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祖母，你也是女子，应该最能理解女子的不易啊。大哥能这么为大嫂着想，你应该支持才是啊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再也不管了。我这辈子也剩不下多少时日了，我也应该为自己而活。今日我便要收拾行李，去南都赏花。祖母，您带上我也想去。这避子汤你还是别喝了，我可以。不行，时候还没到。福全，你就这么害怕我出事啊？那如果真的像星童说的那……若真如他所说，我会将一切伤害你的人和事掐灭在萌芽里。今生今世，我只想守着你一人，足矣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就勉为其难，从了你吧。你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吗？不信，因为这好像在说一切由天不由我。我相信，我爱你是我自己的选择。